昨日李校尉和本宫一同出游，回来晚了，没有受到责备吧？想必李校尉已经对他做了详细的解释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不说了，我们还是来聊聊诗吧。是。昨天去了湖边，可能是因为长期没有出过宫的原因，所以觉得景色非常优美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若是长期待在宫中的话，这样的确会诗情枯竭。公主说的是，要想做出好诗，的确应该多出宫去走走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以公主的身份，若是想要常出宫，恐怕会不太方便吧？那就要看怎么说了。若是本宫自己一个人出宫呢，父皇自然是会担忧的。若是有李校尉陪同，父皇一定会很赞同的。我想知道，李校尉愿意不愿意陪同本宫一起出宫呢？李如意入朝，便已是陛下的臣子，也理应受到公主的差遣。但是李如意想静下心来为陛下效力，若是常陪公主出宫，恐怕会耽误兵部的事情。所以，您在兵部任职，还有教本宫作诗，都是为父皇做事，哪有什么耽搁之说呢？这本宫说的难道不是吗？公主说的极是，只不过下官有很多事情急需要处理。还不赶紧坐下，又开始客气了。是。若是韩将军麻烦您的话，我会替您辩解的。不过倒怕是，除了兵部的事情以外，您还有其他的事情牵挂着吧？公主多虑了，并没有什么为难的。下官前几日曾说过，并不是真的精通诗词，而且下官认为，已经给公主讲解几日，这该说的、该讲的都已经讲完了。若再陪公主出城，恐怕会耽误公主，没有什么收获。您不必搪塞了，我觉得您比别人都教得好，您的思路想法都很新颖。再说了，您的腹中满腹诗书，所以本宫绝对不会换老师的。来，喝茶吧。多谢公主。你呀，得的是伤寒。伤寒啊？这种天气，怎么还会得伤寒呢？这病啊，不是现在得的，是春天的时候，这浊气侵入你的身体，你当时没在意。现在呢，胸闷头胀，都是那时的郁结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2个月前我着过一次凉，但当时觉得没什么，我就根本没找大夫。现在难受了才来看大夫，没什么大碍吧？没有大碍的，你放心，我给你开一个方子，你吃几副就好了。哦，但是千万要记住，不可劳累。哎，师妹，啊，师哥你来啦？还没忙完呢。啊，最后一个病人了，你等一下啊。到前面去抓药吧。哎，切记不可劳作，好好休息啊。哎，谢谢大夫。不客气，达子，带他去。请。怎么了？这一脸怨气的。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嗯。你知道吗？最近这公主啊，老招李如意去御花园讲解诗词，两人还去湖边了呢。我也是刚知道，今儿又去了。哦。我知道我说这个你不爱听，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关系到底到哪一步了。
可是我必须给你提个醒儿，这李如意啊，从前就是个花花公子，他现在这么频繁的见公主，你可别再对他动真情了。我知道你心气高，一般人你看不上，是，他确实文武全才，可是他太风流了。这公主知道他是什么意思，不用说你也知道。师哥劝你啊，以后跟他来往不要那么密了。哎，这公主看上他了，你俩肯定是没结果了。李如意早就想当大官，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攀高枝的机会。我呢，我就是来给你提个醒，那边朝廷还有事呢。怎么办？你自己掂量吧。我先走了。唉。怎么没做饭啊？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这不重新开张，今天病人多，这刚忙完。啊，那正好，我们一起做饭吧。我做饭的手艺可并不比你差啊。别麻烦了，要不出去吃吧？没关系，自己做的好吃。要不然这样，你累的话，我去做。别，我想出去吃了。啊，行，那咱们就出去吃。嗯。二位慢用，哎，慢用。谢谢。谢谢。来，这兵部的事情啊，多得让我每天头晕脑胀的。当然了，我肯定是忙不过你，这一天下来得看好几十个病号吧。今天公主没让你讲解诗词啊？啊，没有。这前几日我就跟公主讲，我说我不通诗词，让她另选高人。你看啊，你指导我，比文胜了阿史那音，她就认为我会作诗。但是这个写诗和写文章不同啊，如果她要知道是你指点我的话，我估计这以后也就不会再照我了。快吃东西吧。对了，程明去药堂找过你吗？来过。那他都跟你说了什么呀？他能说些什么呀？就是朝廷那些事儿呗。是啊，朝廷上的事儿是挺新鲜的啊，是啊。是挺新鲜的，有些是闻所未闻。九姑，我不管别人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，相信我，有些事情说不透，说透了，反而会让你徒增烦恼。我只要你记住一点，相信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情。我李如意定不会负你。
菜。你也吃。好。公主，小心。公主，李校尉来了。参见公主。难得来爬爬骊山，还是走走吧。请，李校尉。是公主。起轿。不用了，就在这等会儿吧。候着吧。多亏受了您的启发，要不然哪能想到这里来呢？如果圣上要是知道受我启发，我想应该会生气吧。当然不会，父皇会很赞同的。我听说公主们好像不太常出宫啊。那是因为他们没人陪同。本宫感觉有些累了，不知是否可以搭着您的手臂前行？下官从命。真的是好美啊！是，风景确实很美。那李校尉为何不谈谈美景呢？下官还没有感受。是您心里有不安的缘故吧？您能打败阿史那耶，除了拳术过人，是不是还得益于体格强壮？公主说的是，体格若不强壮，拳术再精，出拳也没有多重的分量。阿史那耶是部落的首领，顿顿牛羊，力气应该更大。而我们是中原人，吃的都是五谷杂粮，这样，您如何能够与他对抗呢？公主还挺在行。要说起这身体强壮，还要归功于家父。家父发现，屠夫家的狗比农夫家的狗要凶悍，所以自小让下官食了不少的肉，所以生得较为强壮。那令尊为救本宫，也出了不少力呀。说的不对吗？若是您体格不强壮，怎么能打败阿史那耶呢？所以迟早我会去祭拜令尊的。若是我们可以到达山顶，那有多开心！若我回去告诉父皇，是您陪我到达的山顶，那他该有多高兴啊！公主过奖了。如果成教的话，也可以到达山顶。当然不是，成教视野没有那么开阔，说不定到半山腰，就已经索然无味，跟大家一起回去了呢。昨天回去没有受为难吧？今日也会去见他吧？回答我，是不是？是。下官每日下朝，都会去药堂吃饭，所以他自然会问我，当日朝中发生的一些事情。可是我很想知道，为什么您总去他那儿？因为我们聊得比较投机，
而且什么？而且我们觉得对方都还不错。请公主恕罪。我有什么好宽恕您的？您并没有罪，相反，您还救了我。若是没有您，本宫现在可能就已经在大漠了。公主就不要把此事再常挂于嘴上了。可是我念念不忘。我觉得做人就应该坦坦荡荡。您回去告诉何秀姑，您每天陪我，不是聊些诗词，就是游山玩水，这样不行吗？请公主恕罪，下官觉得这样不妥。为何不妥？难道我没有这个权利吗？公主的权力大于天，但是不可以伤害何秀姑。难道您不是父皇的臣子吗？我们在一起有什么不妥吗？请公主恕罪，公主可以随意差使下官，但李如意真的是不通诗词，公主如果再让李如意讲解，那便是为难下官了。我哪有为难你？该不是您怕让某人不高兴吧？是，公主不是说了吗？做人要坦坦荡荡。我看到秀姑心里难受，我便会忐忑不安。所以恳请公主，不要再为难下官了。好了，继续上山吧。是。公主，参见母后。坐坐坐。小祖宗怎么又不开心了？刚刚听说你和李如意登上了灵山峰顶，不应该高兴吗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掉起眼泪来了？李如意惹你生气了？没有。告诉母后，你和李如意之间到底怎么样了？李如意她不愿意叫皇儿了。明白了。易阳啊，母后知道这番话不应该这个时候讲，但我必须要说。你得明白，倘若一个人的心里已经有了别人的话，那么是没有空间留给另外的人的，这点你必须要搞明白。那为什么父皇就可以？父皇难道不是男人吗？那么父皇可以，他为什么就不可以？傻孩子，你父皇是当今大唐的天子，你怎么能拿一位天子去和常人相比呢？易阳，母后是希望你能冷静下来，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，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他。如果是真的，我不愿意你受委屈；如果不是那么喜欢李如意的话，那便是母后期望的结局。有些事勉强是勉强不来的，夺人所爱更会适得其反。其实易阳并不想夺人所爱，只是心中有些许的不甘心。若是我跟那个何秀姑在同等机会下的话，我相信易阳一定不会输给他。可是
我认识李如意太晚了，我真的不想放弃。你们呢，似乎真的是有缘了。母后，您说什么？您的意思是不是说，您会支持皇儿去争取自己的幸福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您最疼我了。好了，前面抓药吧。请。你来啦。我这一下场就火急火燎往回赶，我怕你会挂心。我才不会挂心呢。真的？秀姑，秀姑，干嘛？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公主已经很久没有来纠缠本公子了。真的？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好消息啊。这要是公主纠缠你，那才叫好消息呢。我觉得呀，你拒绝公主啊是件挺傻的事儿。这要是攀上公主，这就直接可以平步青云了。如果能当上驸马的话，这后半生就无后顾之忧了。这么说的话，我还真是有点后悔婉拒公主了。那可是你一大损失呀！你想想看，你不但呢毁了自己的理想，还阻碍了自己的仕途。有道理。不过呢，以你的聪明才干，你只要动动脑子，想必公主啊还会投怀送抱的。行，那我就听何姑娘的话，明日上朝我就托人给公主捎一封如何作诗的文章，想必公主收到之后呢，定会找我去给她讲解。好啊，你现在就写。要是文采不好的话，可很难打动公主哦。行了，秀姑别闹了，咱们之前那番话真的起了作用。这不都半个多月了，公主都没让公公来传唤本校尉。怎么了？还真生气了？啊？秀姑，我心里只有你。说吧，有人呢。咱们吃什么？这附近的馆子呢，都一个味儿，还是去别地儿吃吧。哎，我听说东门有一家火锅店不错，咱们叫上师哥一块儿去吧。行，那里清静，碰不到那些官员，我也轻松。找着了。哎呦，这店太难找了。这就叫酒香不怕巷子深。这个店开在这么个地方，生意好不好啊？好多人都慕名而来呢。快，吃。哦，哎，客官好。哎，那里边请。你们这儿生意可真够红火的呀。哎，那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客官请。好。哎呀，客官，您吃点什么？啊，反正都是火锅。
就我们仨人，您看着点吧。那就给客官来4盘羊肉，1盘鸡，1盘菠菜，1盘白菜，1盘粉丝，1壶酒。好嘞。客官请稍等，菜马上就到。这味道怎么那么慢吃啊熟悉呢？你是饿了吧？店主心肠太黑了，我找他理论。伙计，客官，把你们掌柜的给我叫过来。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小的就是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做得了主吗？快去把掌柜的给我叫过来。好，您别生气啊，我马上给您叫去。怎么了？掌柜，那边叫您呢。哦，坐吧。怎么了，客官？掌柜的，看，我问问你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罂粟壳，有毒。你把这种东西放在汤里让客人吃，你这不是祸害人吗？虽然我不是行家，但我知道这种东西如果常吃会致人上瘾，而且会精神不振、四肢无力，是不是？这哪有您说的这么厉害啊？再说，这不是罂粟壳。还说这不是罂粟壳？你看你做的什么事啊！怪不得你们这儿生意这么好呢。原来你拿这玩意儿来吸引客人，你还有良心吗？我这是真不知道啊。好，以前你不知道，现在你知道了。你要有良心的话，你以后就别往这锅里放这罂粟壳。方雨衣，快坐吧。哎呀，多掌柜，你找我？咱们往火锅里放罂粟壳的事儿，让人给发现了。哦，什么人呢？一个姑娘，还有一个相貌堂堂的男子和一个书生。一个姑娘，相貌堂堂的男子。哼，这2个人我认识。那个姑娘是不是长得挺清秀的？是。那个男的公子模样，身材比较高大。对，没错。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那个姑娘，她叫何秀姑，是城中有名的郎中。哦，她呀，怪不得那么在行呢。那个男的就更可怕了，他叫李如意，前些日子就是他打败了阿史那耶。啊！快点把肉切了，前面等着上呢。哎，你快点啊，快点！好了，手脚麻利点啊。哟，掌柜，罂粟壳不能再这么放了，咱们这儿已经让何秀姑给盯上了，再像从前一样抓一把放上，那就有大麻烦了。哦，这样吧，你去把壳磨成粉，然后不知不觉地加到汤里面，做得越隐秘越好。那我一会儿就让人去磨啊。哎，好，快去办。好嘞。
你们不用劝我，这事啊我管定了。要不然我开这药堂还有什么意义啊？这边还没医好，那边还不知道出多少病人呢。肯定是要管，但是要怎么管？这林尚书就是本地的地方官，你找他，他不给你找麻烦就不错了。没错，这事儿啊，要是找姓林的，肯定碰钉子。啊，你俩可都是当官的，不能不管。我这刑部也管不着这个呀。没让你直接办，找别的官员，让他们去解决呀。我一7品官，我找谁去啊我？咱们可以向上头反映，他们跟管这事儿的官员肯定熟，打个招呼不难解决。那我明儿就去找田尚书说说去。行，我也跟袁校尉禀报此事。哎，等等，那咱俩要是一块儿办这事儿，不就办重了吗？我敢说，办不重。这当官的要把百姓的事当事，就不可能出这种事情了。你这是骂我们当官的呀？去，就你一个7品官，那有些官啊？我，校尉大人，下官有事向您禀报。有事就说。是，大人，下官昨日和几位好友去一火锅店就餐，发现那里的火锅里面有致人上瘾的罂粟，所以下官恳请校尉大人过问此事。过问？你知道咱们兵部的职责是什么吗？知道。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要问我这种无理的问题啊？啊？他火锅里边放什么，跟咱们兵部有什么关系呀？啊？下官的意思是，大人在朝廷多年，跟分管此事的官员可能很熟，所以下官恳请校尉大人能代为反映。反映？你说你这不是多管闲事儿，是什么呀？简直是不务正业！我为官这么多年，我只知道干好我自己应该干的事儿，不该管的就不管。你要是管了，这就是指手画脚。当然了，你刚到朝廷，有些事儿你还不清楚，我不怪你。你以后只要干好你自己应该干的事儿，不该管的呀，你就甭操这个心了你。这不是令人笑话吗？笑话。尚书大人，小人有一事禀报。这郊外开了一家火锅店，火锅里掺有损害人身体的罂粟。这罂粟长期服用啊，不光会上瘾，还会四肢无力、精神不振。恳请大人过问此事。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是吧？刑部有这么多的案子都顾不过来，你让本官去过问此等小事，岂不令其他重臣笑话？太不懂礼节了。小小的7品官，竟然在田大人这里禀报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你呀，简直是可笑至极。秀姑，哎，问的情况怎么样？坐下说。啊？别提了，我跟袁校尉禀报了此事，他说这事不归兵部管，而且还训斥了我，是我多管闲事。秀姑，你说这是闲事吗？
关系到百姓的事都成了闲事了。其实这也关系到大唐的社稷。如果百姓身体全得了病，如何种田，如何当兵？李公子，请喝茶。好，谢谢春儿。我还以为你这儿能有结果呢。师哥那边啊，也碰了钉子，比你还惨呢。田尚书说他不但爱管闲事，还说师哥的禀报有辱他的威严。还有那帮大臣，也一块跟着瞎起哄。就他们算什么朝廷命官呀？简直就是一群废物。我在朝廷这些日子也发现了，各个部门貌似都很忙，但是一了解啊，跟百姓的事儿都没有什么关系。是啊，到头来苦的还是百姓，拿着税金养这么一群东西。哎，你好像把我也给骂了。哎呀，我没骂你，你是好官儿。你知道禀报啊，说明你有良心。能得到何秀姑的夸奖，是我最大的荣誉。哎，你还是陪我去一趟火锅店吧。你还去那儿干什么呀？看看他们还放不放那玩意儿。你都不用想，一定还放。没亲眼见，我怎么向上禀报呀？你还要向谁禀报啊？我没想好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觉得啊，你还是想好了向谁禀报再去吧。你还是陪我去一趟吧，你又不是不了解我，我这人心里头有事啊，什么事儿都干不好。你陪我去一趟吧，好吗？行，走吧。春儿，我出去一趟。长官，长官，他们又来了。快点啊！味儿还是挺大的。来，点菜。哎，客官，真不好意思啊，咱这桌子已经有人订了。订了？哎。啊，那坐这一桌吧。这儿也行。真实在是不好意思哈。这桌呢也定下来。定就定吧，如果人来的话，我们自行离开便是。这不合适吧？这给您上了菜，人家要是来了，这也不好挪呀。嗨，没事儿，一会儿我帮你端锅，他帮你端菜，有什么不好挪的？哎，实在不行，人来了，我们在外面吃也行啊啊！对啊，就这么定了，赶紧上锅吧啊！去，好吧，好吧。哎，快点啊！哎，赶紧切了，把那鱼也收拾了啊！好的，快点啊！知道了。掌柜的，那两个找事儿的又来了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你准备一锅没有料的汤底，多放点葱呀、姜呀，其他的佐料，总之不要放我们那料就可以了。怎么这么慢呢？来了。您的锅底来了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？还有吗？没有罂粟壳。证明这老板还有点良心。可是别的锅里有。错不了，我闻得出来。哎呀，有个虫子进去了！怎么回事？干嘛呢你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我是帮你看看里面有没有罂粟壳。罂粟壳？什么是罂粟壳？一种有毒的草药啊！人吃了之后啊，不但四肢乏力，还犯困，最可怕的是还要上瘾呢。是吗？看看，哎呦，有没有？哎呦，没有罂粟壳。没有。那你？可是有味儿啊！我
知道了，他们把罂粟壳磨成了粉。啊！伙计，哎，过来。哎，好嘞，客官，把你们掌柜的给我叫出来。哎，是。哎，怎么了，客官？掌柜的，你这锅里是不是还放了罂粟壳？哎，这哪儿能啊？有，都有，除了我们的锅里没有以外，其他的锅里都有。